沙河附近的服装电商啊，基本上是下午1点半过来拿货，拿个1个小时回到仓库里面打包发走。一般我们消费者见到有24小时发货的，基本上是在这边拿货的。小哥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这个服装行业它的更新速度很快嘛，对，像有些款式卖不出去，这些档口老板怎么处理啊？他卖不出去的款啊，一般就处理尾货。广州有个尾货市场在石井那边，然后每天像有一些人就走在你等一下可能就会遇到收尾货，然后他就那些卖不出去啊，或者质量有点问题的啊。这尾货是按论斤算的吗？看情况，有的是按件，有的是按看款式。像我自己卖的尾货啊，一般一件就5、6块钱。我那些款拿货都是40、50的，一件卖5、6块钱，我一件亏那么多。你都是在这个退货的吗？你怎么还会有产生尾货呢？但是有的客户寄回来那个货有问题啊，就好像刚刚那个档口，他不是说有一件退不了吗？我现在就要自己承担了，就不是100%的退货，知道吧？还是有风险的。像有些平台它的素质很低嘛，女的穿完之后又退给你们。对，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得硬吃，就亏钱了，这很正常的。现在我们就做抖音，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拼多多流量是最好，但是拼多多那边的环境不是太好，老是被警退款。对，你也知道对吧？那确实就这个，然后我们一般就做抖音多一点。我们除了拿女装在这些批发厂，还有那他们拿男装的在哪里啊？男装这边比较少，男装我没卖过，好像在南城，那你看到没有？那你有写的南城2个字，好像在那边，但是男装在这边比较少，因为男的嘛，你自己也知道，男的一个季度买几件衣服，女的一个季度买几件衣服。网批的就是一件都能拿，卖不出去，质量没问题，老板没下架都是可以退的，正常都是可以退的。但是万家那边是实体批发的，实体批发就是你要有承担。当然，实体批发的意思就是你一次性要拿，比如说10件啊、20件这样的，一个款这样拿10几、20件这样去卖。当然，价格可能会比我们网批的会便宜一些，成本会低一些，但是它不能退，就好理解吧？就不能退，自己要承担这点风险。难怪我就觉得好奇怪，我说你这边全部都是拿着个黑色袋子。这边嘛，由刚刚我们一开始走下来的这几个市场啊，包括金富力这边大多都是网批的，然后你往下面这边走啊，就基本上都是实体的。当然你也有，因为你知道，刚刚我们走进去一个商场里面那么多档口，也有个别档口要做网批的，不是100%，但是大多数就是这样分的。哦，明白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你像我们消费者过来逛这里啊，没意义，也想买一件衣服，有的批发价吗？没得试穿，你当然也知道档口就那么大，没得试穿。但是你来了之后，你如果连你款号都不知道，他怎么拿给你啊？你如果像你看，他在档口上外面有挂衣服吗？没挂，没有挂衣服。没挂你来逛是完全没意义的。然后你像这边路边的啊。你像现在开始卖棉服嘛，其实也不便宜。它这些就是针对你刚刚说的个别慕名而来的，以为会便宜的，但是其实在这个说出来，等一下会被老板打。在这边可能会比商场便宜一点，但是其实也不会便宜到哪去。如果说你去档口拿10家20家，会给你优惠一点吗？像网批的，刚刚你也看到，我有一家档口拿的挺多的，没便宜的，网站标多少就多少，网批就是这样，跟实体不一样。就比如说小哥，你有一个爆款卖爆了啊，你会不会自己去找工厂去做啊？但是如果我找工厂去做，那你说这个问题很好，我前2天也说过，如果我这个爆啊。按现在，以前我可能会，但是我现在不会。比如我说这个突然爆了卖了200-300件，但是按现在40%的退货率，也就是说
200件，我可能最后要承担80件的风险，80件的风险，那80我可能前面120件赚的钱，最后还亏在这80件上。如果我自己做货的话，我这80件卖不出去了，我自己承担。但是如果我不做货，我就让老板去找老板拿嘛，那老板我又没跟他便宜什么的，那我这个可能退80件，我最后自己承担20件，还有60件可以退给老板这样。但是这样我的风险就低很多，虽然我赚的少一点，但是风险低很多。就这个我特别建议一些刚做这行的，不要自己随便做货，因为你自己做出来的货，你又不知道哪家工厂做的好。工厂之间每个师傅的手艺，可能这件衣服这个师傅做的好看一点，那个师傅做出来穿起来可能版型差一点，是不是？你等一下做制批货做出来了，然后工厂才不管你，反正我就交货给你，你钱又得先给他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做出来的不合适了，那你又退回来，那你自己承担的风险就大了。所以做这行刚做这行千万不要自己傻乎乎的去做货，没意义，真的。那有些网友就是说，我就是想一夜暴富啊！一夜暴富啊，那我建议去买彩票好一点。你像现在刚做这行的，像我们群里面的兄弟刚做的，一般说真的，如果你肯刻苦耐熬，而且很沉得住气的话，好好做，1个月赚个4、5千块还是没问题的。刚做这行，然后沉浸2个月，用心每天固定上架，卖出去了就来拿货。不要说我卖一件，有的人卖一件他就讲那我明天再来拿吧。但是现在电商你也知道，讲究个消费者都想快一点拿到货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卖出去了，他巴不得现在就收到，对不对？那你拖个2、3天再发货给他，就会影响。就是新手如果要做这个服装电商，还是尽量在服装批发城租房比较好一点。最好就在附近，就好像我这样自己开个电动车过来10来分钟，然后就有卖了就自己来拿了之后当天就给他发走了，这样你也有保障一点。消费者你发货快，平台给你的流量也知道。你想一下，假设你这平台4家店发货24小时发货，那家店48小时发货，如果你是平台，其他因素不考虑的情况下，你会给哪家店流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女装大家都是在这个市场拿，你看，所以就是我前面说到的，我都不怕人家。现在大多数做得好的，他不怕人家价格战的，因为像反正价格战最多就赚少一点哦。但是我卖78，你卖58，那你按女装的退货率，你58也是那个退货率，我78也是可能是这个退货率，那谁划得来啊？是不是？我还多赚20块，是不是？所以真的，这样我分享的这些仅限于中小卖家，那些大卖家咱们没办法分享，没做到大卖家的层次。OK， 我感觉你分享的很有用啊。